现在来到了文化园区的林铁馆。那林铁馆里面主要介绍的就是整个平地以及3D 线运送木材火车的历史。那一样可以看到里面还有一些之前的遗留下来的火车头。那我们等一下就带各位进去林铁馆一探究竟。我现在来讲整个罗东林业的木材运送的方式。那起初呢，他们是使用所谓的管流，管流就是把木材进到河流里面，让它顺水推舟一样的这样子流下来。那管流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说，当你枯水期的时候没有水，它不能流，所以你就没办法收。那丰水期，特别是雨染，可能雨季，它雨下太多，它的水流就够，变得可能蛮急，很容易就把我们的木头冲到外来。所以呢，整体来说，管流的效率跟投产其实都并不是非常的好。那后来我们管流怎么走入历史的？就是后来我们在运送的南港溪的，在天送堤那边建立的天送堤的水发电厂。那水力发电厂之后新建之后就没办法继续使用管流来送，所以呢，我们管流就在水力发电厂新建之后就没有再使用过。好，刚刚介绍完管流，现在我们开始介绍平地线的罗东林业。好，然后后面这边呢，就是我们最一开始使用的蒸汽火车，那它就是专门附送整个平地线铁路的木材。那我们平地线铁路呢，它大概分3段，一段是从土场到我们的天送堤车站，那这一段是由台湾电气株式会社新建。那再来从天送堤到歪仔歪这一段是原本就有的台南航厂的铁路，它就是用来去改进。那最后一段就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就是从歪仔歪到我们的竹林车站，是由我们的陈春金市长所就是争取新建。那刚刚那边是我们的蒸汽火车，这边是整段铁路比较后期部分，因为随着我们的木材跟载客需求量的增加，然后从日本引进的这个柴油火车，那后来柴油火车头对它一样，不只有拉木材的功用，它同时也有提供客运服务。来到罗东林业园区的生产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罗东林业最兴盛的时候，这边的木材砍伐是怎么运作的，从砍伐运送到储存，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每个步骤都不容马虎。到这边有一整面的太平山铁路的地图，那其中会分为旧太平山铁路跟新太平山。那旧太平山的话，就是从1910年到1936年的区间，由南台后方嘉罗山森林这一部分开采的区域，然后到1937年后，因为我们的砍伐区域转移，从土场跟鸠之整当做起点，延伸新的开辟路径，称为新太平山。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伐木的过程以及伐木工具。在以前没有机械的年代，伐木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我这边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种的锯子，分别是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一进来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水池，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水鸟、鱼类、植物栖息在这边。这边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保存这些木头。这个地方叫做主木池，它是有一个人工挖掘的巨大池水。它这个是在终点站竹林站这边所设置的，它是为了保存从太平山上运下来的木头。像这边保存主要会以红块扁柏居多，然后呢，这边是借由把木头浸泡在水里面，可以保存它防腐，避免虫蛀，因为它离空气的接触面变少。然后树木被砍下来之后，因为水分会慢慢渐渐的流失，所以可能会产生龟裂，会造成它的卖相变差，然后价格会降低，所以我会在这边保存。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木头都可以像这样保存很久。以红块扁柏来说呢，可以在水中待10几20年。对，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炮台，它的作用是为了防止什么山老鼠啦，或者些想要抢夺木头，有人可能会想要偷木头，所以就那边会摆一个炮台，是防止有人来偷东西的。对，然后呢，我们在这边会有一些工人呢，为了把这些木头拉上岸，会有一根长长的竹子，前面有个脖子叫做托比亚，它的作用呢是可以借由浮力，然后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么大的木头拖到岸边。然后我们拖上来之后呢，会把它运到旁边的主木场。主木场呢是借由把这些木头运过去之后呢，堆放，把它晾干之类，然后再把它可以做裁剪，然后最后把它当成木材出售出去。结论：
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内记载了日本人如何将太平山林场的木材发扬光大，以及罗东是如何在成为太平山林场木材的集散地后，其经济一路突飞猛进，一路跃升至当时经济最为繁荣的城镇。在了解到这些历史与文化背景后，我们所有组员深受其感动，因此我们希望能把这份感动以及历史文化还有更多知识一同的分享给大家。